巴夏走出阴影。巴夏，在你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我向你们问好，日安。好的，好的，谢谢。让我们以下列方式开始这场传讯。我们提醒你，这已经被命名为走出阴影。我们不时地讨论过信念系统是如何以一种让他们自我延续、自我强化的方式构成的。因此，你所相信的可以被体验为一个看似真实的现实。如果信念系统没有强化自己，你就能够直接看透物理现实的虚假幻象。所以这种结构加强了它，让你有了这种体验并认为它是真实的。我们已经讨论过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触及你们称之为负面信念，然后学会放手，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能量转向一个更积极的方向。今天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建议，一种探索如何转向正能量的方法，如何让这种转变以新的和不同的方式发生。那么现在我请你们每个愿意参加的人，简单地回想起过去一段时光，不需要太多，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可以。只是记得你害怕的时候，我并不一定是说我害怕被车撞到，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用的。我们的意思是，恐惧阻碍着你做你自己，阻碍你真正践行你的激情，阻碍你真正追随你的真理。你心坎上的那种感觉，当你知道你会更倾向于朝某一方向行动时，但你发现，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害怕不好的事情会发生。那样的想法诸如此类，那种胆怯，那种惊慌，那种不安，那种感觉，你没有信心继续前进，苦恼你的事情，你一直选择去做的事情让你疲倦，耗尽你的精力，因为你不愿意让能量流动，那种感觉。当你允许自己在这一刻回想起这种时刻，那种害怕可能会突然发生在你的生活中，然后知道在未来会有可能它会再次出现。这没关系，允许自己真正深入地了解那种感觉，那种情绪，在身体上感受恐惧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身体里的那种恐惧，它落在哪里，它焦点在哪里，感觉会如何变化，但仍然存在，象征性地代表了恐惧，触及那种感觉。现在的重点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伴随着情绪的身体感觉上，不是那么多情绪方面的感受，而是真实的身体感觉方面的感受。经历恐惧、犹豫、惶恐不安，从这意义上讲，不确定性，面对未知。就像你们会说担心你被批评这类想法。现在感受你身体里的那种感觉，此刻尽你所能。此外，它不一定要完美的，只是有东西可以处理。这样你们就能理解这个特殊的小技巧了。这个我们今天给你们的意识许可。所以，如果你有一种全然的感觉，那感受在你身体里是什么感觉？你现在回想起来的那是什么感觉？允许你自己去感受那种恐惧感觉表面之下的能量，只是实际的能量本身，那有很多的力量。当你感到恐惧，如果你能让自己断开与恐惧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的连接，只是感受这个感觉本身，纯粹地去感受，你可以开始真正意识到那里有多少能量流经你，目的被用来体验那种恐惧。所以抛开恐惧背后的想法，只是感受那种感觉背后的力量本身，能量流动本身，因为它是非常强大的能量，它是一种非常清晰的能量感觉。当你允许自己脱离这个产生那种能量的想法，你们会以你们称为情绪上的恐惧这个方式来体验这个能量，只是对它变得中立，善于观察它，只是对能量本身。你可以开始了解它有多么强大的事实。如果你开始只是专注于那个能量的力量，脱离恐惧的概念，你可以让自己开始意识到你是有多么的强大。什么样的能量流经你，什么样的能量在显化，当你相信了某一特定的信念。现在允许你自己让它发生，让那个转变发生在你的心里。只有对力量、对能量的中性感觉，它不再意味着任何东西了，它不再被贴上任何标签，它只是情绪背后的原始的力量感觉。你这样做的越多，当你在任何时候越感到恐惧突然冒出来，你越允许你提醒自己，那只是你的能量经过了负面的信念系统的过滤，并且你开始只关注感觉本身，关注它背后的身体感觉、能量和力量，并着迷于那强大能量的感觉。你这样做的越多，练习的越多，做出那种转变，你就越能轻易地中和情绪成分。同样，这并不意味着你忽略它，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拥有它，这只是在你承认它存在在那里之后的一种技巧。
你不是在试图压制它，你不是在逃避它，你已经承认了它就在那里，你已经拥有它了，你已经接受了它就在那里，它已经以这种消极的情绪方式出现。不过这给了你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给了你自己机会去接触你内在的身体感觉，然后开始让你自己从情绪成分中脱离出来，从任何附加在为什么那种事情发生了的原因上脱离出来，只是置身在那感觉本身当中，置身在能量的感觉当中，力量的感觉当中，只是中立的感受它，只是中性地体验它，然后开始意识到这是同样的能量和同样的力量。你拥有的任何积极的感觉，任何积极的情绪，和你经验的任何正面的信念背后的能量和力量，它们是完全相同的能量，它只是那时你是通过负面的信念来过滤它，你就体验到那个能量为恐惧。当你通过正面的信念来过滤它，你就体验到那个能量为喜悦。所以只要中立地接触到能量本身的力量就可以了，让它成为你在那一刻拥有那种体验的唯一理由，然后把呼吸带入它，只是陶醉于它，允许你自己，让它流经你，让力量中性地穿过你，感受能量在你的神经中流动，流经你的血管，流经你身体的细胞，让它扩展，让它散布遍及在你整个存在，让它从那个在特殊地方的紧密的能量小节中扩展，让它变软膨胀，正如背后没有任何意义的能量。无论什么，只是感受那个能量，感受那个力量，然后知道因为它现在缺乏意义，因为它现在是中性的能量，你可以让它转变成积极的东西。你现在可以用这种能量给自己一条等待航线，飞机在着陆点上空待降时的飞行航线。你现在可以开始探索你想要持有什么样的信念系统，而不是那些产生恐惧感觉的负面信念。当那能量流经你的时候，它可以帮助引导你，它可以帮助你进入状态，这会让你真正找到自己更喜欢的信念体系，然后允许那个能量开始注入到你心中更喜欢的信念系统中，你更喜欢的定义中。因此你可以通过提取这种感觉，从恐惧的情绪中提取中性的能量，允许你自己去扩散它，然后允许自己引导它进入另一种信念。你可以花时间，在你感受那个能量脉冲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一种中间状态的片刻，它就像在抚慰你，它有点像是在按摩你，它有点像是在通过你来表达自己，然后让你自己放松，让你的神经放松地融入它，就好像你走进了一个温暖的水池。给你自己一些时间去探索这些想法和定义，你会更喜欢其背后的那种能量，你会更喜欢那能量所赋予的活力，这让你有时间来做出转变。通过这种中和它的方式，通过接触那个身体感觉，脱离任何与它有关的意义和想法，只是让它成为能量，让它成为你内心的力量，然后你就会有一种从容的感觉，知道如何将它流向你想要它流入的地方去。你会感受到这种变化，你会感受到这种转变发生在你的身体里，在你的细胞内，在你的神经中，在你的血液里，在你存在的每个面向里。这有道理吗？巴夏，好的，你想随时都可以练习，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当你踏上你的旅程，按照你的激情去行动，尽你最大的能力，不执着任何结果，通过跟随公式。你知道，正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有时兴奋工具箱中其中一个工具就是反射镜，这会引起你的注意，你内心可能有某种信念系统，或者定义与那个兴奋不一致。因此，请记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通过按照你的兴奋去行动和持有这种反射镜提醒你有某些东西不是你的兴奋，发现并不是你兴奋的事情也是你兴奋的一部分，于是这就能帮你保持在这种状态，然后你就可以用更有力、更深远、更精确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能量。这说得通吗？巴夏，好的，记住，这不是关于发生了什么，这是关于你怎么处理发生的事情，这才是重要的，懂了吗？巴夏，好的，我们感谢你们允许我们分享这个小技巧，练习它，让它发挥作用，发挥你的想象力，没事的。如果你的想象力决定稍微改变一下它，因为这样对你更有效果，那么就让你的想象力这么做吧。记住，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总是会做的和别人略有不同，这正是他需要的方式。因为他需要被设计，他需要专门为你设计。所以我们给你的是基本的格式，这取决于你去设计它，以任何最适合你的方式。那么现在，我们想要对这共同创造的互动以及你们给我们的默许表示深深的感谢。还有你们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可以体验到你们每一个人作为该礼物的回报。现在我们请问我们可以怎样为你们服务？请开始你们想要的提问、评论和对话吧。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记得留意我的新片发布。如果喜欢这条影片，可以给我一个 like， 也可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为大家发掘更多。请订